凌晨4点，我接到一个电话，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做晚饭？你要饿死我们全家吗？我哥歇斯底里的声音从听筒里吼出来。可我此刻就在家里，我现在就在家呀。我如实回答，在家你不快点出来做饭，又在厕所生蛆是不是？我听到我哥黄成把手机摔到桌子上，骂骂咧咧地冲向厕所。不久，我听到一道和我的声音一模一样的尖叫声从厕所的方向传来。悬疑小说千千万，3部学长占一半，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超长小说等你来看，精彩故事现在开始。我是黄克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哥歇斯底里的声音从听筒里吼出来。可我此刻就在家里。匆匆回答后，我急匆匆地将还插着刚刚吹灭蜡烛的小面包藏到了沙发背后。突然，一段本不属于我的记忆触电一般涌入我的脑海。我看到一个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脸的女生在教室里将一桶洗拖把的脏水尽数泼到那个叫乐怡的女孩子身上，然后和身边簇拥着的小跟班发出一阵哄笑。然后是小小的我，有爸爸妈妈拿着饭碗追在后面喂饭。这样的记忆数不胜数，又幸福又过分。在家你不快点出来做饭，又在厕所生蛆是不是？我听到我哥黄成把手机摔到桌子上，骂骂咧咧地冲向厕所。不久，我听到一道和我的声音一模一样的尖叫声从厕所的方向传来，哥你干嘛？紧接着是我哥拳打脚踢的声音，而我握着手机僵在客厅的折叠床上，头皮发麻。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客厅里一张小小的折叠床是我在这个家唯一的所属品。在外面，我爸爸是衣着体面的人民教师，寒门贵子的身份围绕着他的前半生。在奶奶的教导下，他娶了老家那位早就定下娃娃亲的女人，并如愿在婚后2年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哥哥。但爸爸酗酒的毛病也在那时候暴露出来，周围人一丝丝细微的举动都会让他理解为是在看不起他这个寒门贵子。一个动作，一句无意的话都会刺激到他脆弱的脑神经，转化为疯狂的拳头，在酒后砸在我妈妈的身上。我妈妈就是在那时候生下我的。超生出的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直是个男孩，所以我爸爸冒着被撤掉优秀教师的风险也要留下我。然而在拆开襁褓的那一刻，他们的愿望落空了。说来可笑，优秀教师的家庭里贫穷到养不起一个多出来的女婴。在简单的讨论后，爷爷决定把我溺死在尿桶里，对外只说是难产保了大人，也算留了个好名声。我的妈妈却信了他们编撰的借口，从25楼的医院楼顶跳了下去，死的时候只有一身薄薄的病号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产后抑郁。妈妈去世后，我承担起了她的责任。他们说是我克死了自己的妈妈，取这个名字给我，要我时刻记得自己的责任。打我记事起就是不断的干活，挨打，干活，挨打。好在他们的心里名声十分重要，还给了我暂时上学的权利。但刚刚那通电话又实在令人心悸，于是我蹑手蹑脚地站起来，机械地走去厨房准备做饭。推开门，我愣在原地。精致的小炒和点心蛋糕整整齐齐地摆在厨房的桌面上，我害怕地后退了几步。要是被爸爸和哥哥看见，肯定会以为我偷吃，痛打我一顿。越怕越慌，墙角的垃圾桶随着我的动作倒在地上，咚的一声，在宁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愣在原地，抖如筛糠。怎么啦？一道温柔的女声传来。我转过头去，瞳孔骤然放大。那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我的妈妈。见我发抖，她敞开睡袍，将我包裹在怀里。爸爸听见动静，穿着拖鞋走了过来。我怯怯地看了看他，将脸埋进妈妈的胸前。就算是梦也好，求你了妈妈，救救我。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他抚摸着我的头，做噩梦了吧佩佩。爸爸笑着说，让你着迷看电视，非要在客厅睡。我这辈子从没有听过爸爸这样温柔地说过话。爸，你不打我吗？他走过来揉乱了我的头发，爸什么时候打过你？我吃完香甜的小蛋糕，一切美好的不真实。爸妈说，就是因为我睡不惯弹簧床才会做噩梦，强制要求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前这是爷爷奶奶的位置，现在里面摆满了香香软软的毛绒玩偶以及大小不一的各式奖杯奖牌，还贴了粉红色的墙纸。爷爷奶奶呢？他们在老家呀，你要是想他们了，放暑假爸妈带你去看他们。这里的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爸爸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单位有人嘲笑他的出身时，他从不往心里去。他说，寒门出来的贵子才最有出息，他见过了他们不曾见过的穷苦，如今和他们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反过来嘲笑他们见识浅薄。妈妈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在爸爸的鼓励下，他开始接触成人高考，来弥补他与别人不一样的青春。哥哥偶尔还是会欺负我，但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下，也仅限于拿着烤肠站在校门口突然出现吓我一跳。是的，我终于和哥哥读了同一所学校。之前我总是羡慕哥哥接受着最好的教育，身边有最好的同学，而我只能去免费的公立初中，自卑和敏感让我交不到一个朋友。但开学第一天，我便收到了一张用红笔写满了死的纸条。我拿着纸条猛然回头，是乐怡，那个被记忆中的我。欺负霸凌的女孩，此刻她涨红着脸，头发丝湿湿哒哒的往下滴着水，手里却紧紧握着一支钢笔，好像要和我决一死战一般。见我突然回头，乐怡一怔，钢笔随即掉到了地上。接着记忆里的小跟班吵吵嚷嚷地走了进来，带头的几个校服衣角上残留着刚刚溅上的污水。我看着乐怡抖如筛糠的样子，好像看见了我自己。可能是突然其来的爸爸妈妈给我带来的勇气，小跟班看我愣神，抬起手便要替我教训乐怡，而几乎就在一瞬间，我抓住了他的手腕，然后反手就是一巴掌扇了回去。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在教室里格外响亮。小跟班、乐怡和围观的同班同学，甚至我自己，纷纷愣在原地。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样，如果以后再让我看见这种事，你们一个个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壮着胆子，学着记忆里那个陌生女孩的样子，恶狠狠地发话。现在我也有好朋友了，她叫乐怡，原本是一个喜欢看小说的女孩，笑起来像个小太阳。
我的脾气在他面前总是格外的温和，即使偶尔他还是会露出些怯懦的神色。但现在我们每天一起上课，一起放学，一起分享有趣的故事。夕阳缓缓落下，两个女孩冰封已久的心一起慢慢融化。那天他盯着我说，我好像哪里不太一样了。我顿了顿，拉着他的手去了天台。天台的风吹着我们两个的鬓角，我告诉他我的秘密。他说有一个词叫平行世界，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是多元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无限个或有限个可能的宇宙的集合，包括了一切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之外，也许还有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也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吗？会的。他站在高处看向远方，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你，在某一个契机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和你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沉默着，缓缓走回了教室。那么，那个世界的我，该怎么去面对那个敏感又脆弱的父亲，以及那个令人窒息的家？我是黄佩佩，不知道我哥今天发了什么疯，竟然要闯进厕所打我。爸爸在一边冷眼旁观，妈妈也不知所踪。爸妈从小教我女孩子要自立自强，遇到挫折要学会反击。我懂了，爸爸一定是在考验我。于是我飞快提起裤子，抓起马桶上的纸篓，一把扣在了我哥头上，并趁机对他下盘一顿猛踢。他杀猪一样叫了起来。爸爸一把推开门，看到眼前的场景，一脚把我踹到了墙上。奶奶从我的房间走出来，拿着拐棍指指点点。女孩子就不能娇惯，真是该打，多打她几次就老实了。老太婆，你在说什么疯话？话没说出口，我听到爸爸的叫骂声由远及近，然后是餐椅遭受蛮力断裂的声音。我看见爸爸手里握着断裂的凳子腿，满眼猩红地朝我走来，脑袋嗡嗡作响。这样的爸爸简直像一个恶魔。我捂着肚子，来不及缓一缓因疼痛冒出来的冷汗和眼泪，拔腿就跑。我第一次知道疼痛会使人脱力，雨点一样落下的暴打里，我趔趄着爬到门口，迎接我的却只有死死锁住的大门，以及在门外用手指转着钥匙耀武扬威的哥哥。爸，别打了，我是佩佩呀！疼，太疼了！我哭喊着求饶，但没人听见我的痛苦。我觉得我的皮肉被人活生生的撕开，然后用一把带着倒刺的刑具在伤口里搅动，但慢慢的，我的身体越来越沉，疼痛却没有那么明显了。我费力的进气呼气，爸爸终于也感觉到累，气喘吁吁的扔下了凳子腿。我这就要死了吗？脑海里一幕幕的开启播放走马灯。原来曾经也有一个女孩因为我的带头与无限放任被校园暴力，被这样暴打过。那是我罪有应得了。正想就此闭上发沉的眼睛，脑海里一道机械的声音猛然炸开：恭喜宿主获得独特个人技泰拳。说不懵是假的，但身体的条件发射比大脑更快。于是在爸爸踢过来的第二脚落下之前，我一把抓住他的腿，重重往前一扯，而他突然脱离，身体朝后倒了下去，然后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奶奶，开始四处寻找出去的方法。奶奶倒是和当初记忆里的一样，干瘪瘦小，胡搅蛮缠。当初知道我妈妈生下的是个女孩时，她和爷爷就一通大闹，要不是爸爸护着我们，甚至要把我溺死在尿桶里。现在她又来搅和。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哭声夹杂着肮脏的辱骂声响了起来。而此刻我才有机会好好看看这个我本应该在熟悉无比的家，熟悉的客厅和房门大开的房间，简直可以称作贫民窟。更恐怖的是，我的视线缓缓上移，我那个混天魔王哥哥黄成见状跑了回来，一把我拎了起来，满脸的横肉挤在一起，活像个巨婴恶鬼。我大叫一声，窗户外面树梢上休憩的鸟惊得扑棱棱飞起一群，他却好像从没听过我这样大叫一样。恍神的一刻，我的拳头已经攥紧了，朝着他的眼眶冲了过去。泰拳果然好用，那个废物飞快松手，将我扔了下去。不得了，贱丫头打人哦，欺负我可怜寡母，辛辛苦苦拉着家里的崽哦。奶奶搂住她的宝贝孙孙，坐在原地哭天抢地。什么贱丫头？我是黄佩佩。妈，我忍着疼痛和眼泪满屋乱跑找妈，又气又委屈骂。不好意思比大嗓门，还得看年轻人的。冲进厨房，是破破烂烂的旧灶台，下面放着一张垫脚的板凳。冲进我的卧室，老人味扑面而来，没有一样是我的东西。冲进杂物间，里面放着一张照片，前面是妈妈的骨灰。我一屁股跌坐在地，眼泪夺眶而出。喘着粗气，我从噩梦中惊醒。这里不是我的世界，这里的爸爸妈妈是最好最好的人，可他们慈爱地抚摸我的头顶时，柔声说着佩佩，没事了佩佩，只是一场梦。可我是黄克母，克死自己妈妈的贱丫头，不是娇惯着长大的黄佩佩。我试着在这里好好生活，可宁静和幸福让我心神不安。我怎么配得到全家的宠爱？怎么可以放学后和朋友在学校的天台上吹风聊天，而不是在赶快回家在挨打前准备出晚饭？这实在太出格。如果乐意说的平行世界是真的，那么某一天的早上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就会回到之前地狱般的生活？如果平行世界是假的，那现在的我是我，爸爸是爸爸吗？我曾经在无数个夜晚梦到这样的妈妈，现在的妈妈会不会也是我的臆想或者一个幻觉？我实在害怕，我担心这一切都是假的。上次爸爸破天荒的对我很好时，差点把我卖给了老家的脖子，但最后脖子说我又瘦又小，一看就不好生养，钱没谈拢，爸爸就险些将我活活打死。于是我试着拒绝这一切。妈妈买来的新衣服，我将它们叠得整整齐齐收在柜底。乐意叽叽喳喳的吐槽时，我只是笑笑。哥哥随口的使唤我当成圣旨一样一一做到。我可以收拾房间，为全家人做饭洗衣服，我能做的任何事，我很乖，求你别不要我。而一切的一切改变在那天的晚上。那天一放学我就飞奔回家，做了一大桌晚饭，荤素搭配，4菜1汤。只是这里没有我垫脚的小凳子，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手。这段时间以来，我都试图做回原来的阿母，即使他们不甘心，总是招呼我一起吃饭，我也只是小声地说吃过了。今天也是一样，只是得到我一样的回答后，爸爸叹了口气，然后对着我扬起了手。果然是假的吗？我害怕的浑身发抖，条件反射一般，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孩子，你不敢听，不要听，别说出来，求你了。我
我洗碗，我去洗碗。我挣扎着站起来，捂着耳朵，连滚带爬地逃到了厨房。水龙头的水哗啦啦地流出来。这个世界沉默着，除了我咚咚的心跳。突然，我感受到一双温暖的臂弯将我缓缓地包裹了起来。是妈妈，她低着头将我抱在怀里，小声啜泣着。于是我不再发抖，于是大颗大颗的眼泪砸下来。透过模糊的泪光，我看见爸爸拿着包扎消毒的药站在稍远一些的门口，嗫嚅着说：“囡囡别怕我。”那天我破天荒地泡了一池子的碗筷没有洗，没有人追问为什么。暖暖的灯光下，妈妈温柔地为我受伤的手上药。哥哥从他的书包里掏出半根烤肠，扭捏着想要递给我，被远处赶来的爸爸一口截胡。我破涕而笑，一道机械的提示音也就此响起，恭喜宿主为佩佩赢得医师技能一份。我是黄佩佩。听说那天我见到妈妈的骨灰，受了刺激太大，一头晕了过去。我本以为我会在医院醒来，可睁开眼是那个放着妈妈一向不见天日的杂物间。我试着拉了拉门，徒劳无功。我实在忍不住，这一切的一切过于委屈，但此刻我也只能抱着妈妈的遗像，在这个连窗户都没有的活棺材里大哭一场。正哭得抽抽噎噎时，那道机械音又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根据他的描述，我大概了解了，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所处的是一个平行世界，而这样的生活对于那个叫黄克姆的另一个我自己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宿主，你听！不顾我不满的叫嚷，系统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我侧耳去听，却只觉得浑身冰冷。克姆那死丫头，当初我就说不能留，你看给他哥打的。是朦朦胧胧的奶奶的抱怨声。我竖着耳朵爬到门上，想听听爸爸的反应，却只听到了沉默。正欲离开，他一边打字一边默读的心声就这么闯进我的耳朵里。家有一女，从小教育她各种菜式家务，会照顾人，可以独自熟练掌握各种宴席事务，已有癸水，此时预定订婚，带回家不日就可以为您家开枝散叶，彩礼面议，身份年龄不限。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肠胃因为震惊一阵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爸爸这是要把我像货物一样卖掉。我又气又悲，像头困兽一样怒吼，用力地拍着那张紧闭的门，依旧徒劳无功。杂物间里见不到日出日落，不知过了多少天，妈妈连贡品都没有，我也跟着又饥又渴地挺了这么久。我舔舔嘴唇，简直像一个干涸已久开裂的河床。突然，一道小缝被拉开，光线射进来，黄成顶着一个油腻腻的笑盯着我看。我忍着不适，攥紧拳头朝他面前挥了挥，不想再挨打，就放我出去。妹，让哥亲下去给你水喝，这么久没见，想死哥了。我再次震惊，这个世界的污糟事到底还有多少？我忍无可忍，照着他的右眼又是一拳，他却早有预料，一下躲开，手便朝着我伸过来。我将心底的怒气压了又压，装作配合的接过他那肥腻的大手，然后怒吼一声，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没了我的收拾，客厅破败却干净，一壶澄澈的白水放在茶几上。我趔趄着跑过去，一把夺过来，一饮而尽。紧接着是来自背后的一记重拳，再然后铺天盖地的眩晕袭来。我睁着眼睛，却动弹不得。我看到爸爸带着几个大汉从房间里鱼贯而出。我说什么来着？这丫头厉害得很呢，光打没用，还得下药。我崩溃至极，心里用尽全力在挣扎着尖叫，身体却是一副任人摆布的样子。所幸晕倒前，全家鸡飞狗跳的动静闹得够大，烦得楼下邻居大婶上来敲门，正巧撞见我倒下的一幕，便将我送到了医院。说实在的，这个家着实是个恶心人，巨婴哥哥，外表光鲜实则暴力的父亲，还有个时时刻刻拱火不嫌事大的老人，这简直地狱级别荒野求生，我反正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绝不是来逆来顺受的。纸上谈兵终觉浅，我盘起腿，在病床上气沉丹田，思索起应对的方法。还没想完，楼下那位邻居阿姨推开门走了进来。罗姨，我按照系统加给我的记忆，乖巧开口。哎呦，这孩子可怜的哟，不知道在老黄家受了多少罪，病号服都空荡荡的，呜呜。罗伊心底的心疼震耳欲聋，我抬头看他，胖乎乎的圆脸果然皱巴巴的。呜呜，罗伊！我立刻一把抱住他的脖子开哭。如果说我自带的个人技能是什么，那便是娇女泪多，说哭就哭了。再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冲击实在过大，哭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鼻涕一把泪一把。哭什么哭？咱们家福气都叫你给哭没了。人未道生先至，不看也知道是我那个混账爹。我往罗伊身后缩了缩，噙着泪娇娇弱弱说句罗姨，我怕。天哪，这是什么小天使？这不比我那个不回家的便宜儿子强多了，好软好可怜。如果不是知道这是罗伊的心声，真的想不到此时他那张武将军一样的冷脸下面可以发出这样的感叹。罗家的，这是我们家的丫头，她许了人了，马上就是人家的媳妇了，你可别多管闲事。奶奶敲着拐杖从后面探出头来。哟，你们家还有女儿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跟我们家一样只有一个儿子呢。罗伊不动声色地反击回去，一句话既说了我知道你们家那点虐待女儿的烟杂事，又表达了我家也有儿子，两家真打起来了，可说不定哪边会赢。罗伊想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大笑出声。她嫁人，她还没成年呢，让她嫁人，你们是要坐牢的，知不知道？我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妈的，得想办法把这小囡囡先要到我们家。吵嚷间猛然听到身前女人的心声，我不禁瞳孔放大，正合我意。再留在那个家，说不定我还没想到回去的方法就被折磨死了。只是现在我家的人数胜出，罗伊想把我带走，恐怕也不是什么简单事。不管了，我缓缓闭上眼，大不了就赌上系统拼命吧。预想中打得头破血流的画面没有发生，再睁开眼，一个人高马大的男生背着光站在病房门口，五官舒展文气，甚至还穿着校服，手里提着一个大包。奇怪的是，我听不到他的心声。闹什么？来人把包一丢，喊了一句。好看的杏眼里仿佛喷着火，和平时张牙舞爪的罗伊简直如出一辙。儿子啊！见儿子来了，罗伊嚎着扑了过去。
我看了看罗家母子，又看了看那两个糟心的，果断朝门口扑了过去。哥哥呀，我跟着嚎，求您疼我，再不跑出我家，玩阴的我是真的玩不过呀。那天后，黄克母不再时时害怕了。我不知道妈妈还会吹笛子，即使偶尔还是会从噩梦中惊醒，悠扬的笛声也总能安抚好我的情绪。我也不需要一放学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做饭了，妈妈总是抢在我前边做好一大桌香喷喷的菜，只是她还不知道我不怎么喜欢吃蘑菇。妈妈看着我碗里偏偏剩下的小山一样的蘑菇，问上一句：丹丹不爱吃蘑菇吗？那些努力遗忘的记忆便由此将我重新拖到灰暗的虚无里。我承认，我其实不是什么阴暗地下努力生长的玫瑰，在那些黑暗又漫长的生活里，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死亡。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我因为饿得不行，尝试着做饭时误做出了一盘没熟的蘑菇，但年纪小分不清，稀里糊涂吃进去肚子疼才恍然大悟，那也只好自己在家里熬着，盼着带哥哥去游乐场的谁可以回来就一救我，直到忍得满头大汗眼皮发沉时，我见到了妈妈。妈妈从光中来，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自那起，我便时时吃蘑菇，挨打了吃，没人在家时吃，想再见一见妈妈的话更要吃。我知道这是一场必胜局，一个是幻觉看见妈妈，一个是真的看见妈妈。妈妈，你教我吹笛子吧。我说好啊，没问题。妈妈说着夹走了我碗底的蘑菇。我知道黄克母永远也成不了黄佩佩，可我也想好好的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生活。冬天和家人凑在一起时，我想只要这样的日子可以久一点，再久一点，叫我拿什么去换我也愿意。可是妈妈在厨房做菜时蒸腾起的雾气里，我又会想起佩佩，于是我所有的幸福都变成了偷来的。系统说佩佩在异世界，每次我收到来自他人的善意时，那个提示音便会欣喜地响起来。于是我渐渐琢磨出系统的规律，开始小心翼翼地接纳一切，有时是同学善意的询问，有时是分零食时顺手接过的饼干，有时是爸爸妈妈失控倾泻的猛烈的爱和哥哥别别扭扭的关心。我一一接受，如果这样可以让你过得好一点，佩佩，我很抱歉又很矛盾。现在有很多人爱我，干枯太久的小苗只要有一点点滋养便满足地破土而出。我知道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也学会了反抗。可佩佩她没有了妈妈该怎么办？那样的生活有多艰难我最清楚。如果有人来找黄佩佩，请转告他暂时住在罗伊家，躲在别人家终究是缓兵之计。如果那天不是罗伊的儿子罗西骗他们说联系了妇联议会就到，我甚至不能躲进这个暂时避风港。于是我开始寻找回到我的世界的方法。罗伊主张送我回学校，白天读书，晚上住在他家，我也正有此意。那个学校的图书馆虽然不大，但看起来有年头的书不在少数，说不定可以有所收获。罗伊有一家小小的菜摊，整日里忙得脚不沾地，这段日子更是为了抢到更便宜的菜源，干脆住到了外地。我白天在学校也可以暂时避一避豺狼虎豹来砸门。顺便还有一个闪着灯的学习技能没有尝试，说不定我黄佩佩还可以体验一把全科学霸的感觉。但到了学校的第一天，我便迅速否决了这个蠢想法。好巧不巧，回校第一天赶上月考，教师组判卷神速，放学前便出了结果。数学满分150，我147，英语3分。确实是学习技能没错，但是他在系统里闪着诡异的红灯，我早该想到的。旁边人憋笑的声音异常刺耳，我垂下头，第一次红了眼眶。我是黄佩佩，我是英语天才，舞蹈天才，马术天才，围棋冠军，钢琴10级。我去过很大很大的场馆全英演讲，我会讲话时就有耐心又优秀的外教追在屁股后面和我一点一点的交谈。我的成绩虽说不拔尖，却足以让全家人为之庆祝。可现在我忘得一干二净，身体干瘦，手指粗糙，还被同学们说穷酸气臭气熏天，而纷纷捂着鼻子躲开。我每次都反击回去，可赤裸裸的成绩摆在眼前，像一道鲜红的证据，没有家人为我好好打下的基础和每次失败时的鼓励，我什么也不是。我甚至只能缩在这个小小的教室的末端的垃圾桶旁边，像一个被翅膀盖住脸的苍蝇。我第一次觉得自卑。哟，你还能有这种表情啊？哦，刚刚忘了说，罗西和我坐同桌，他本人的性格和外表一点都不相符。自从上次在医院匆匆见过一面，他对我简直像仇人。班主任员也是好心，罗西英语大神，让大神坐在旁边，兴许可以带一带大腰。或许，于是我揉揉眼睛，挤出笑脸转去问他，大神，这题为什么选 C？ 无论怎么样，即使明天就要离开，我也想把每一件事做到最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罗西眼都不抬。我哽住，果然，意料之中的果断拒绝。那麻烦你让一下，我去问曹老师。罗西仍旧把我隔绝在外，看着窗外发呆。我无奈，只好缓缓站起来，准备跨过他走出去。你不知道从男人身上跨。他突然烦躁，平展的腿也随着动作弯成直角，无形中增加了些高度。我反应不及，脚下一绊，径直朝前扑去。几乎同时，罗西起身伸手，一把抓住了我。在这样别扭的关系下的白天学校生活也同样别扭，唯一的好处是，罗西还真的像罗伊说的那样，不怎么回家。晚上我便乐得清闲，收拾好衣物，进了浴室洗澡。热热的水流洒在身上，我只觉得鼻子更酸。妈妈，这里的一切都不好，他们都欺负我，我也什么都做不好。妈妈，你过得好吗？这里没有你，我很想你。水流的掩饰下，眼泪不着痕迹地一起钻进通往无边大海的地漏里。刚躲到罗伊家的时候，他们来闹过几次事，但听到邻居说罗伊去了外地，再加上宝贝儿子被我打了一拳，整日里在家嚷嚷疼，而那家收了彩礼却没能娶上媳妇的一家，整天闹事，他们分身不暇，也就不怎么来了。所以我也着实过了一段消停日子。正想感慨，门口的响动让我瞬间止住了呼吸。我等了许久，却才听到了门锁的动静。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顾不得擦头发上未干的水珠，拿着杂物间的消防斧的蹑手蹑脚地站到了门口。那是我到这里第一天晚上找到的。好吧，如果你要撬门进来把我抓回去活活打死，那就趁我还有力气的时候拼个你死我活吧。
我举着斧头的右手瑟瑟发抖，斧头手柄却像要嵌进肉里，深呼吸几下，左手握紧了发抖的手腕。门外撬锁的声音却来越急切，沉寂了几秒后，外面烦躁地踢了一脚紧闭的大门。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再也听不到了动静。走了吗？我趴在地上，透过缝隙外面已经没有了人影。我松了口气，浑身泄力，将斧头放到了门口。如果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我生活了10几年的日子，该有多难熬。老居民楼的夏天好像比整个世界都更热一些，不知不觉又是一身的汗。趁着没有换好衣服，我再次走进浴室。这次我不敢分心，巴不得竖着耳朵，连居民楼外面的声音都听得真切。于是客厅窗户被打开的声音就这么冲进了我耳朵里。而此刻，我再没了任何防身的东西，环视四周，最终只有一把牙刷滑稽地攥在我的手里。但很快，我的视线落到了那个可拿取的淋浴喷头上。罗伊家在2楼，外面的人从窗户翻了进来，脚步已然越来越近。我心一横，确认脚步声到了浴室门口，便将门猛然一拉，喷头下的金属管死死地缠到了那人的脖子上，蒸汽瞬间腾然而起，氤氲一片。谁？我努力装作罗席的声音。鬼？是罗席。低头看去，白花花的胸脯前是闯进视野里艰难半蹲的罗席以及他黑色的毛寸。深觉尴尬，我沉默着回到了浴室。我是回来取东西的。在穿好衣服出来时，罗席抢先开口。好，我说，我妈没有通知我。好，又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哈哈哈，生怕他开口说今晚他要住在家里，要我回到自己家，我还以为是鬼嘞，原来是神，学神大人。那么我来打破尴尬，要是实在没话讲，就去背英语，我也得先认得才行。我小声嘟囔，但还是乖乖照做，回到房间拿出了英语书，坐到了罗席的身边。可蚯蚓一样的英文并列一排，越看越困，眼皮千斤重，眼见无力回天，干脆强撑着精神，挺着仅剩一只微张的眼皮，时不时地看罗席。她长得真的很好看，狭长又杏核般的眼，不深不浅的眉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你不是阿姆吧？她突然问我。我怔住，我不是。震惊几秒后，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没有人会认错自己最好的朋友。阿姆呢？我不知道。他还会回来吗？会的。我斩钉截铁。那天罗西和我说了很多很多。他告诉我，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罗伊和他爸爸闹离婚的日子里，阿姆是如何为了给弃犬一般的他偷一张饼吃而被爸爸毒打的，又是如何在没有人愿意挨着阿姆时，他是如何主动和老师说要做阿姆的同桌的。罗西说，第一次见我时，我往他身上一扑，他就知道不是阿姆了。阿姆不会趁乱摸他的腹肌，后来故意和我过不去，却是把我当成了弄丢阿姆的假想敌。阿姆回来你就会走吗？故事的最后，罗西这样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沉默着点了点头。那我们合个影吧。拍立得闪光灯下，永久留住了2个年轻人的脸。那天清晨罗西走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他的心声，对不起啊，佩佩。这段时间以来，我掐着时间假装回家，假装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把你爸爸拦在门外，希望没有吓到你。对不起啊，佩佩，我……后面的话被突然钻出的大狸猫打断。有些话自是不必说。那张照片我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多遍，罗西是那样好的人，我喜欢他扎手的毛寸，和我见到他时2个人默契紧闭的嘴巴和躲闪的眼神。照片背面被我悄悄地写上了8989，然后压在床垫的缝隙里8989，秘密的9键拼写，就像我们不能见光的感情。但就在某一天，那张照片就像拴上翅膀，人间蒸发了。很久没有再听到系统的声音，我试探的询问，只收到沉默。但紧接着，我开始莫名其妙的弄丢很多东西，有时是一直不起眼的水笔，有时是习惯套在手腕的发圈，但我将角角落落翻了个遍，也再没有见过。这段时间以来，同学们似乎看到我的变化，觉得很惊奇，3、5成群的约着我去这去那，累得我到家里倒头就睡。又是一天傍晚，我被脱力掉到床下的手机响动吵醒，伸手去摸，却摸上来一张照片。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正愣在原地。伤痕累累的手臂，瘦骨嶙峋的两颊，眼睛却亮亮的像天上的银河。那是佩佩，我一眼认出了他，翻到背面是一行数字，熟悉的自己，熟悉的习惯，8989，是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的秘密。证据整个摊开摆到眼前的感觉很奇妙，就好像在我看不见的某个地方，有人正在猛烈地拍打着时空的隔阂，笑叫着埋怨为什么之前的自己要差点放弃见一见更好的他。那天起，我尝试和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在相纸的背面以及一切可以交换的物件交流。照片上的你真好看，站在罗席的身边，像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还没见有人这么会夸自己的。我不好看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可是一个人，我漂亮，你自然也漂亮。人人都是一个鼻子、2双眼、1张嘴，漂亮。是谁定的？漂不漂亮又有什么重要？又或者是少女之间的微妙情事？你喜欢罗席吗？佩佩问我。比起罗席，我更喜欢妈妈房间里随风摇曳的常青藤，偶尔会招来小鸟和我作伴，看得清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永远不会变。说实话，佩佩，我本以为爱与我无缘了。你呢？佩佩，你在他身边笑得很开心。喜欢的。佩佩原本也是个直率的小孩，除了闲聊，我们偶尔也会共同去寻找一些回到原本的世界方法。寻找方法不同，答案也各不相同。那天我激动地告诉他，太空研究院发现一颗与地球相似指数达到 0.98 的星球，命名为开普勒 4878b， 说不定我们就是那 0.02 的变数，知道从何处来，便可往来处去。于是我们开始向这个短暂生活过的世界告别，为回去做好最后的准备。幸福小孩的再见好说，佩佩就要回到我那个恐怖的家。我知道他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和欺负过他的短暂过去告别。
但我很担心佩佩，用各自的丢失物品上源源不断的问句询问他是否安好。听到他说他在罗西的陪伴下回去大闹了一通临走，还往哥哥的头上吐痰时，我松了口气，哑然失笑。我便也在最后的时光里努力为爸爸做一些事，多看妈妈几眼。妈妈装作嗔怪地说，我这么大了还要跟妈妈睡，跟小孩子一样。我便将头往妈妈的怀里扎得更深些，妈妈的怀里是安全区，妖魔鬼怪都不怕。一切似乎都太过顺利地进行着，但我们都忘了，平行的两个眼睛流出的眼泪不总是并行，希望和绝望的总和却永远是零。我是在偷幸福的黄克姆，我想总是要回去的。于是我拉着乐怡绕着满城的图书馆一家一家的找有关平行世界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所幸还真叫我找到一些，来不及细看，我匆匆办下借阅手续，全部搬回了家。我们埋在和蘑菇一样多的书后面，这也太多了。我感慨，太多了，不然我们别找了吧。乐怡突然合上一本像字典一样厚重的书说，只是我没能太早看懂乐怡金子一般小心翼翼藏起来的秘密，让事情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怪我没能多了解这个世界的佩佩一点，不知道这个小混蛋不止在学校里作威作福，甚至和校外的混混也搅合在一起，更不知道当时那个写满了死的字条是那些人对于佩佩下的最后通牒。第二天放学，下过雨的街道冒着潮湿的热气，一群骑着鬼火的黄毛混混将我堵在了巷子深处。他们像一群疯癫的猴子一样对我群起而攻之，质问我问什么不答应做他们老大的女朋友，还羞辱了他，说什么跟我考上同一所大学才有资格谈男朋友的事。我一头雾水，系统悄声告诉我，小心，他们嗑药了，还带了刀。我心里咯噔一声，向系统疯狂地求救。混混的叫喊声在我的耳朵里渐渐模糊，男人发狂的吼叫声和打杂声在我的耳朵里电流一般缓缓流出，直到取而代之。我浑身战栗，紧紧地抓起书包，准备做最后的反击，即使知道是以卵击石，也一定要试试。突然，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从那群混混的身后传来，嘟，让开！乐怡以一种几乎滑稽的姿势趴在那辆借来的摩托车上，拧紧油门，冲着这边直冲了过来。连自行车都很少骑的乐怡更加掌控不住油门加满的机械摩托，她尖叫着，拖把从车上滚摔了下来，摩托的尾翼瞬间失去控制，撞向了一个染着红毛的小弟，但也因此将那群混混的围困闯出了一个窟窿。阿姆，我们走！乐怡抓住我的手腕，一瘸一拐地往外跑。站住！率先反应过来的混混抬腿就追，听到弹簧刀安装的声音，我们头也不敢回，只是拼命地跑。我们像两只没头的苍蝇，在七拐八弯的胡同里乱窜。乐怡不住在这边，而我对这里的熟悉程度甚至还不如乐怡。身后的混混药效似乎开始大面积发作了，一个跑得稍快些的扭曲着身体，面部狰狞地将我们堵在梯子路口的尽头，而两边也陆陆续续有他们的人赶了过来。我紧紧地抱着乐怡，心里呼叫系统没有回话，我干脆嘴里喃喃着小声说出了声救命啊，给我个什么技能，求你了，拜托。而与此同时，异世界的佩佩却突然听到了我的祈祷。阿姆。乐怡突然挣脱了我，眼神悲伤而坚定。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我愣愣地看着他，那些人留给我们的范围正在一圈圈的缩小。那天图书馆的书上突然出现了一行字，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了什么吗？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睁开眼是整洁的厨房、美味的菜肴和一个精致的蛋糕。生日快乐，阿姆！我为你买了小蛋糕和蜡烛，本想给你个惊喜的。都怪我怕佩佩回来会继续欺负我，我自私的想要留住你。豆大的泪珠从乐怡的脸上滑下来，却仍是颤抖着手想要点燃从塑料包装里抓出来的一把蜡烛，点成一根，哪怕一根。乐怡喃喃着小心，来不及做出回答，我看到一把锋利的匕首冲着乐怡的后颈刺来，条件反射一般怒吼着向来人挥拳。砰的一声，那个刚刚还叫嚣着的混混此刻已经摔倒了地上。不屑！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佩佩事成收工后爽朗的回应，而刚刚突然爆发的力气也如抽丝一般悄无声息地抽离了我的身体。而那把本该可以将我送回原有世界躲开这一难的蜡烛，也因为我们刚刚的动作尽数掉到了路面未干的水塘里。那群被药物驱使下癫狂至极的混混见自己的同伴受伤，此刻也彻底疯狂，挥舞着手里的武器朝我们冲了过来。乐怡，我把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紧紧搂在怀里，既然平行世界的两个人都是我，无论是佩佩还是阿姆，让我来赎罪吧。别动，他们见了血就知道害怕了。我紧紧闭上眼，试图去迎接那把冰冷又疯癫的尖刀。世界都安静了，血滴滴答答地淌进路边的水塘，想象中刺进身体里的痛楚却并没有。我抬头，妈妈以一种母鸡保护幼崽的姿势，脸色苍白地将我们护在怀里。如果说我的女儿命中注定有这样的劫难，无论是在哪个世界都会做出一样的决定，我拿我的命换我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妈妈的心声，也是最后一次。原来我在每一个深夜的噩梦呓语，不是因为时间愈合，是妈妈即使知道了一切，依旧选择抱紧我轻抚，在数不清的黑暗与恐惧中救了我。妈妈，你还没教我吹笛子呢。据说世上本没有神，所以便创造了妈妈。2018年7月23日，我终于是没能好好的把佩佩还给这里的妈妈。路面上的雨声大得骇人，妈妈的生机像一股射术似的离岸流，在我每一个窒息的噩梦中将她一遍遍卷到海底，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生机。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一切结束？我依了无生机。经过系统的判定，宿主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自行选择留在幸福世界。真的没办法吗？我将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水果刀狠狠抵住喉咙，丝丝血迹顺着刀刃滑下。我再赌，如果我和佩佩在原本不相交集的平行世界共生，那么如果有一个因为系统的安排死在了异世界，我赌他不能独善其身。宿主，我终于听到了带着强烈波动的电流声。你确定要放弃这里优渥的一切，回到那个地狱般黑暗的生活，继续当一个小可怜吗？如果这样可以让一切拨乱反正，那我义不容辞。在睁开眼时，床边是眼底布满红血丝的罗西在抓着我的手。
滴滴的医疗仪器声在耳边络绎不绝，我试着抽出手关上开关，动作却吵醒了他。佩佩，是我。我说着，感受了一下久违的身体，吃饼吗小孩？不合时宜的玩笑使我们破涕而笑。我抬起手去擦眼泪，却又扯痛了梳着叶的手背，只好一边哈气，一边用另一只手不住地搓着。我怎么又在医院？我问。你，也可以说是佩佩，本来好好的走在路上，突然眼神复杂的跟我说声再见，就晕过去了。你瘦得跟什么似的，我怕你磕到骨头，就赶快把你送到医院来了。我点点头，环顾四方，这是属于我的世界，但我绝不会再做小可怜。据系统说，他抹去了这段时间以来大家的记忆。佩佩回去抱着妈妈大哭了一场，泰拳和读心术技能的突然消失，让他痛心的在床上打好几个滚。爬起来后，便义愤填膺的去警局报案，抓获了一大群聚众闹事的混混。回到学校后，感受着同学们的亲近，却猛然发现，原来真正的朋友并不在乎他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一个道上混的大哥，只是因为他是他那个纯真善良又有点小性子的佩佩。友谊的种子便如细水长流，伴着时间发芽生长。永恒的太阳会在51年后熄灭，地球早在25亿年前就与月亮开始了漫长的告别。而恰巧在同一时刻，春念蜡烛久别重逢的我们，曾在持续爆炸的碎片里狂奔，跨越151年碰撞，寻找，心跳共振。亲爱的妈妈，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我和佩佩终于回到了各自属于的世界，尘归尘，土归土，像两颗终于回来原有轨迹的小行星。但这次我不再懦弱，推开门，真爱的常青藤啪的一声碎在我的脚边。我深吸一口气，温和地提出了和那一家人断绝亲情关系，然后扭头就走。暴躁的辱骂声不出所料地炸在身后，哭诉他们这么多年将我多么辛苦地喂大却没能卖个好价钱的盘算落空，而后又愤恨地诅咒我独身出去必然饿死。我停在原地，极力控制着因为愤怒而抖动的手，从包里一件一件地将我准备好的东西摔在他们面前。一份妇联报警电话，一份邻居听到打人的报警记录，一沓罗伊亲眼见到我昏倒在家里的证明书，一张浑身伤痕累累的拍立得合照，最后的最后是一张自愿断绝关系协议书。还需要更多吗？我怒吼出声，眼泪终于飞出。我还可以去做因为虐待而营养不良的医院诊疗书，还有被他们重男轻女逼死的妈妈，活生生的一条人命血淋淋摆在那里，他们却当作茶余饭后嘲讽愤恨的谈资。这个家里的所有人也杀过我，爸爸，你是第一个动手的，你在漫长的生活里将我千刀万剐，我在难熬的夜晚里温和的死了100万次，到头来却不愿意给我一个痛快的行刑。我早就不欠水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2023年7月12，我是黄克姆，也是黄佩佩。还没破壳就被打碎的鸡蛋，刀尖刺进皮肉里的苹果，那不是我，又都是我。如果我们的眼泪可以滋养一颗地缝里挣扎生存的小苗，可以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披着爱的外衣的罪恶，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便呼唤一场淋漓尽致的春雨，央求炸雷为被辜负的小苗喊一声不服。我们的生命力繁茂又顽强，足以在枷锁下挣扎向前，我们心跳共振，总会重逢。下次再做了噩梦，我会在梦里破口大骂，如果有人以爱的借口阻挡我奔向新生的脚步，我就用尽全身力气醒过来，然后让他们全部滚开。我为自己改了名字，从今天起我是程锦，前路迢迢，即使劳累也要昂首挺胸的大步走下去。祝我们前程似锦。